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一加刚刚发布的，之前是 OPPO S 啊，现在直接拿了吧你，变成了一加 S 啊，反正都是一家人。当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官网的参数肯定都已经出来了，跟 realme 的 GT Neo 3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基本上就是一台机器啊，连摄像头的排布位置都是一样的。那么一加这一套8100的配置调教的怎么样？不过那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ID 方面呢，要着重讲一下啊，这次一公布啊，网上的争议好像还挺大的啊。首先问一下大家啊，这个 ID 设计满分10分的话，你给几分？可以走波弹幕。名字方面，一个叫开黑，一个叫回蓝啊，听这两个名字都非常游戏。后面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游戏啊？它采用的是直角边的这个设计啊，这个边框是塑料的，提醒你注意。不过也做了类似于这种磨砂的处理，镜头下方是做了类似于瀑布的这种竖条纹处理啊。这个后背的质感啊，我个人觉得其实还不错啊，不过这个镜头的设计，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好看，会显得这套镜头模组特别的大。即便是加了一个比较厚的玻璃，但是它的主机 IMX766还是凸起的啊。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直角边自然带来的这个硌手的感觉。不过直角边也会凸显一些精致感。除了镜头模组，还有就是它屏幕的塑料支架，因为采用的是直角边的设计，所以拿上手会格外感觉这个塑料支架会高一些，你就感觉把这个屏幕给顶起来了。用这个塑料支架，两侧的边框控制的还不错。这个内外耳角呢，我能感觉到它尽量给你做的是相同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居中挖孔的一个设计啊。屏幕的基础参数给大家打出来，120赫兹的 OLED 1080p 的屏幕，它是没有 LTPO 的，提醒你注意。性能配置方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这个8100它后面专门加了一个 Max， 我仔细看了一下啊，说是在 AI 的部分呢，相较于标准8100呢高了2000分，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呢，可能感知不是太强啊。到底有没有 Max？ 我们实测看一看。依旧是由浅入深，娱乐兔跑分81万加，作为满血版8100啊，稍弱于 GT Neo 3的82万和红米 K50的84万加。Geekbench 的 CPU 多核跑分3797啊，单核946，整体表现也是稍弱于另外两台8100的机型啊，不过差距不大啊。但是 3D Mark Wildlife 的 GPU 跑分5885啊，相比于红米的5734和 GT Neo 3的5608要好一些。存储方面，一加 S 在持续读写和随机读写方面都不如K50，尤其是在持续写入上有些差距。纸面上看啊，大家都大差不差。实测王者120，一加 S 平均帧率116.5，波动5.9啊，表现不算很好，但是3台也都没啥大差距。而功耗方面，一加 S 没想到啊，达到了5.25瓦，要中负载吃鸡90啊，平均帧率88.8帧，表现和 GT Neo 3的89.6和 K50的88.3很接近啊，但是一加 S 的10.4波动较大一些，并且我们体验的版本在23分钟之后还锁到了80帧左右。功耗上，一加是4.08瓦，比 K50 的3.6瓦和 Neo 3的3.94都要高一点，可能也是版本原因啊。这个反正现在看来 ，S 在8100的调教方面还不是特别充分，感觉还没有彻底发挥出8100中低负载的优势。重负载人神 S 的平均帧率45.7帧啊，相比于其他两台天玑8100 57.6帧和56.6帧相比，确实还有明显差距啊。17分钟之后，帧率波动就大了起来，而且平均功耗还到了5.6瓦，相比于 K50 的5.4瓦还要高一些啊，但是比 GT Neo 3的5.78瓦要稍低一点。但是啊，这个最高温度啊到了47.8摄氏度啊，比 K50 的44.8还要热不少。总体而言，机器还是相对烫手一点。画质方面，136万的像素点啊，这个和主流的138万基本差不多，但是比 GT Neo 3的110万要好一些。最后，大魔王光明山脉平均帧率41.3帧 ，K50 这边最新测试是44.8帧，这两台都要好于 GT Neo 3的35.8帧。功耗方面，一加5.63瓦和 K50 的5.7瓦很接近，不过你应该还记得前面一加王者荣耀120帧是5.25瓦啊，竟然和光明山脉的5.63啊是比较接近的。极限光明山脉这边最高温度是48.5啊，比 K50 和 GT Neo 3都要高一些。
性能总结啊，一加 S 这次很诚意的啊上了一颗满血版本的8200，配置方面没有偷偷做什么阉割啊，而且还有独立的游戏芯片。但是明显啊，我们体验的版本呢，优化调度方面还不是特别到位，和先发的2台8200实际表现还有差距。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建议你可以等等啊，毕竟硬件基础已经在这儿了。跑完游戏了啊，再来看一下一加 S 这个长寿版的150瓦快充啊，你这儿加个长寿版啊，你让真我的150怎么说呢？10分钟就能充入64%的电量啊，相当猛。前台充满呢18分钟啊，真我这边呢150瓦用时是15分钟，但是完全充满时间一加这边是20分钟，真我这边是19分钟，两个基本一致。说实话，4500毫安时双电芯完全充满时间，在这个充电功率下啊不算快，10分钟充入的电量表现那还是不错的。可能一加 S 更多的是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充入较多的电量，又想最大限度的保证电池较为健康的状态啊，难怪给你加一个长寿版了。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中啊，平均用时151秒，而且体验的版本下杀掉了11个后台啊，这个后台进程感觉是绿厂系的老毛病了啊，希望在打开流畅度方面能和自家系统 UI 界面一样优秀就好了。续航方面，4500毫安时的电池，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56%，GT Neo 3这边是58%，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4%，GT Neo 3是18%。持续到没电的极限测试上啊，一加是坚持了6小时4分钟，GT Neo 3是6小时29分钟。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续航啊是我们最早开始测试的，这个版本号呢是 A03， 和平精英的帧率呢还没有适配到极限，只有超高帧率，可能会存在一点误差，仅供大家参考。影像方面，排布都和 GT Neo 3是一样的啊，同样也是 MX766， 然后带 OS 的光学防抖啊，这一套应该是绿厂系的祖传配置了啊。我们一起来看实拍，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综合一加其实还 OK 啊，这个白平衡和宽容度与 GT Neo 3差不多。广角方面，几款手机的角度大小、抗畸变能力啊大差不差啊，拉不开什么差距。夜景方面，一加 S 的表现比红米 K50 好很多，大多数场景和 GT Neo 3一样，但是在复杂光线场景下，一加会稍差一点。在拍摄路灯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归影问题。在灯牌的拍摄中，一加 S 虽然高光压制不如 Neo 6，但是白平衡感觉处理的最好啊，而且不像 Neo 6那样在夜景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饱和倾向，和 Neo 6相比各有优劣啊，看大家的各自倾向。影像总结啊，这个绿厂毕竟打磨了这么多年的766啊，还是可用的。夜景的话呢，和 GT Neo 3差不太多啊，白平衡和宽容度方面都不错，但是在高光压制上需要加强。但是算法上和老大们确实还有一些差距，终端旗舰感觉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只能期待下一步大旗舰的算法下放吧。其他细节方面 ，NFC、XR 震动马达这些该有的也都有。扬声器方面呢，底部啊，扬声器是在你的右侧边，然后是一个微缝式的听筒式双扬声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Drinks more lately,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OK， 简单总结啊，其实相同的一套配置啊，这个换上不同的牌子、不同的壳子，然后再卖一遍啊，这个绿厂系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机型。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啊，只要你的调教策略有各自不同的倾向就可以了。这比如说你这个调教的相对保守一些，偏向于日常；你那个偏向于游戏一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去选择。当然，他们每次的这个价格呢，也都有一些区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OPPO 应该还会再发一个配置几乎一样的800的一个机型啊。后边咱们看这台机器，尤其是一加换上了 ColorOS 之后啊，由内至外啊，我感觉都挺不像一加做出来的手机。总之，满分10分的话，一加 S 啊，你给几分呢？欢迎走波弹幕啊！当大家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它的所有实测数据应该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的精彩，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